全世界现在都在抢矿，有矿要开发，因为矿是扎扎实实的，管你有没有提炼技术。但众所皆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之前的能够有好的提炼技术，因为都知道稀土不要说那么多各类的技术，你要分离提炼，这中国大陆的提炼技术是无与伦比的，在所有稀土当中，它是高耗能或高化学，特别是要分离各类的稀土的时候，那个化学污染，中国就是因为付出了代价，但是又在这个污染当中找到控制污染的技术。可是日本怎么做？他在国内能做污染吗？不，他干嘛就跑去找菲律宾、找印尼，说我跟你们合作，我出钱，你们在这边污染吧。人家也不是笨蛋，所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就是现在确实是有钱融资给你，吸引很多企业，希望你们来。有矿，大家都在抢，长久之争一定要有。但是呢，技术呢？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稀土战现在正式开打，尤其川普现在正式的在白宫宣布，他要砸下120亿，要做什么呢？搞一个国家金库。另外一方面，他还拉了20个国家一起要做这个稀土相关的事业，来围堵中国大陆。全球供应链现在正式的进入去中国战时体制，能够成功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刚刚特别提到的嘛，川普他启动了这个金库计划，这个是国家级别的稀土储存工程。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细节是什么。投入资金相当于大概120亿，也就是3700多亿新台币，主要是由美国的这个出口银行主导融资，然后还会有一些私人的资本，建立一座现在是说可以支撑60天左右的一个战略矿产的库存，不要再依赖中国大陆，靠自己可以至少支撑60天，但这样够不够呢？那储备的清单也当中特别提到了，包括了稀土之外，还有铜、锂、钴等等，主要就是为了这些汽车制造商、科技公司跟其他的制造商特别做一些储存的动作。那现在目前根据统计，有10多家的重量级企业已经表示会参与计划，当中比较知名的公司包括了通用汽车、波音还有 Google 等等的高科技的公司，那么还有掌握高科技材料的康宁。我们来看到川普的动作，除了做这个金库计划之外，他现在也正式的宣布砸16亿美元。500亿新台币取得美国稀土公司这一间公司企业的10%的一个股份，所以可以说他现在是要全力的来发展稀土。干哥怎么看川普的这个金库计划？说可以囤60天，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吗？但是在军事上面来讲，如果是国家储备60天，到底是否为合理？到底够不够？如果中国大陆又启动这种垄断的措施，美国有没有办法自己撑3个月？干哥怎么看？完全没有办法撑下去，好不好？这个金库计划，我跟你讲，川普什么时候都要讲利益的，对不对？终于碰上了这个计划是不讲，他说我们这个计划是非盈利的，终于碰到这个不用赚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这是国家级的战略储备计划，它不仅仅有7种比较重要的重稀土，然后还有铜啊、锂啊、钴啊等等啊、镍啊等等这些。然后呢，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大公司的10几家通用波音Google 这些是我们比较知名的。然后这些人的董事你都要进来，为什么？因为你们要出钱。我120亿的资金，其中100亿是跟这个美国自己的本身的银行进出口银行来融资的，另外20亿是你们这些企业主要出钱。这20亿美金说多不多？但是我跟你讲，你们都要进入董事会，我们会派专业 CEO 去帮你干嘛？帮你监工，就是会有特别的 CEO 来去看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出钱，你们在万一遇到国家紧急状态，或者是你们的产业发生紧急状态的时候，你们可以凭你们今天身为董事会的议员，可以去提领稀有金属。也就是说，今天打起来了，跟谁打不知道，跟俄罗斯、跟中国不一定啊。打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什么？我们就有高级战略资源的储备银行。川普的意思是这样。那如果你不在这个董事会里面，那对不起，你就没有资格去领。波音可以没有稀土吗？波音可以没有铜吗？然后那个 Google 或者是那个通用，它可以没有石墨吗？它怎么造飞机？怎么造车？所以你们都加入了，你们要付钱你们要付会费，但是呢，我们这个是不盈利的，所以大家去听了一下，就说那这样川普很有远见啊。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至少可以支撑60天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概就只有60天了。
我跟各位讲一下个观念：稀土啊，在全球的产量中，中国的储备是4400万吨，美国是多少？190万吨。啊，那个就大跟小那不能比。那所以说，你只有60天的储备的话，你不要忘记我们一再讲的，储备是另外一回事，精炼是另外一回事。你有这样的储备，就算你有190万吨，60天之后你怎么办？它怎么样精炼？所以美国现在要赶快，这个计划里面也包括稀土的精炼厂，所以你要赶快设立自己的精炼厂，你不能再假手中国了。那问题是，计划开始到了，你能够实现至少要多久？至少他们现在已经讲，大概要1000天，大概要3年才能够达成这个国家级的稀土储备工程计划。我觉得这个当然了，规模跟远见很宏大，可是做得到做不到，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川普说不定在你下台之前都还是做不到。好，美国希望能够建立自己自主的这个稀土的供应链。那其实美国的盟国日本也正式宣布，他们有一些在稀土上面的新进展。这是在1月12号，日本政府亲自宣布的，在南辽岛，也就是在东京距离2000公里的日本最南端的这个地方，他说成功在水深6000公尺的深土呢，终于是采集到含有稀土，目前只是泥土的样本而已。那国务卿卢比欧在另外一方面，同样是为了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他召集了20国。讨论成立关键矿产战略联盟，那成员涵盖了欧盟、英国、日本、澳洲、纽西兰等等的核心国家。非中稀土链能成功吗？上次哥怎么看？哎呀，最近其实我们看这个财经消息或国际消息，好多跟稀土有关的。我想首先我们可以确定是很多国家动起来，包括 G7 或 G20， 其实各方面以美国带头。那么日本、澳洲是在亚洲地区响应的，而且他们手上确实是有稀土的矿。澳洲很多有，那么日本也是他们有，是在海底。欧洲现在也都动起来，那么大家要凑起来，主要包括接近我们看英国施凯尔，包括先前的几国，最近有6个，包括前面的马克宏，6个大国家都去访问中国。可是中国访问中国，在记者访问的时候，也仍然表达他们在稀土当中要脱离中国的控制。所以就表示说，这些国家是铁了心，也拿出了真金银两，但是。拿出钱是什么呢？跟中国能比吗？中国或国企拿出钱就去开挖，就去投资，就去研发。我们刚刚看电视墙里头，思明讲的，川普120亿美金叫做融资，钱借给企业，赚不赚钱再看看。但我吸引你们来，我那么多钱跟我借，美国从来没有拿自己的钱去开发。当然，他们现在有入股一些股权公司，已经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是最靠近这个稀土经营面了。但我们现在知道是全世界现在都在抢矿，有矿要开发，这边也要开发，因为矿是扎扎实实的，管你有没有提炼技术。但众所皆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之前的能够有好的提炼技术，因为都知道稀土不要说有那么多各类的技术，你要分离提炼，就中国大陆的提炼技术是无与伦比的。第二个，我说过，在所有稀土当中，它是高耗能或高化学，要不叫大热能，要有电力，要有巨大的燃烧，要不就是化学污染非常严重，特别是要分离各类的稀土的时候，那个化学污染，中国就是因为付出了代价，但是又在这个污染当中找到控制污染的技术，所以不止提炼技术啊，还有控制污染技术。我们知道日本在2010年之后被中国大陆惩罚之后，就一直要突破稀土。可是日本怎么做？他在国内能做污染吗？不，他干嘛就跑去找菲律宾、找印尼，说我跟你们合作，我出钱，你们在这边污染吧。人家也不是笨蛋，所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就是现在确实是有钱融资给你，吸引很多企业，希望你们来。有矿，大家都在抢，长久之争一定要有。但是呢，技术呢，你真的没有听到真正厉害。唯独我觉得大家注意的部分是康宁。最近在美国的这个部分的整合里头出现了康宁公司。康宁就是全世界我们手机那个康宁大猩猩玻璃，在爱迪生时代那个灯泡之所以能够出来，就是因为康宁做的玻璃。我个人认为，在整个盘点所有，包括不只是我投资机构里头，在目前来讲，有可能有提炼稀土技术的，可能就美国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康宁公司，但只是因为要污染要钱，康宁现在做手机屏幕已经赚的都快死掉了，他干嘛要去做花那么力气又污染的？但是现在被美国政府要求进去，如果有可能技术的破口，应该就是康宁。
好，我们现在看到在要做稀土，这涉及到不管是精炼的技术，涉及到还有环境、环保议题跟高科技的技术等等。在这种长远来看，一边是中国大陆，一边是美日跟他的盟友来看这一场稀土战的后续，舰长怎么看？刚刚桑师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制造稀土其实它真正难的是它的技术，它的 know how。我有一个矿哦，只是这个的入门的一个仪式，叫做入门的门槛而已，起手式。那现在全世界的针对做稀土的这个叫做专利有将近快要7万项，7万项中间中国大陆大概有60%，所以他知道的最多。那我也看过了一篇这个专门的一个这类的文章，很长，他写的就是说，美国想要去克服这个的话，想要做到跟中国一样的这种程度的话，这种能力，它基本上是一定是国家推动，要推动。花上兆元，然后大概要10年的时间。刚刚可以看到，川普在这里成立一个融资是120亿，那个上兆元是10个1000亿，你就知道这是根本是小儿科。他只是这样子去动，他想要这样子去做。但是如果说中国把这个稀土当做一个武器化的话，它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想这有短中长期。短期，美国跟他的盟友会非常的惨。我说这个短期在1年之内，他们很多会停产，但是中期大概在3年的时候，那个受害的反而是回过头来是中国的这些稀土商，因为稀土商他大部分赚的钱，他销售到全世界啊，你给他管制都不出去，那他怎么办呢？它的价格会飞上，它的量没有出来，所以你知道它的量不够的时候，它价格再多也是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中国就要考虑，如果你要把它当武器化，你要补贴这些稀土商。不然他们可能过不下去。然后接着是长期，长期你给他个5年10年哦，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他一定可以克服，没有做不到的，但是要很长的时间。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稀土的战略的能够威胁别人的力量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有时候你感觉到，如果全面断供，它是一种类似像一次性的武器。那随着时间过去，它的效果会越来越低。那到底要在这中间采取什么样子的性质呢？我觉得北京会去考量。幸好不是我去考量，他们会去考量到底我哪些该限制，是怎么限制？不是说断供，而是说要提出个输出许可的申请。你要很详细的说明这东西用在哪里。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2026年中国大陆这一回亮出它的稀土定价权的一个王牌。那 G7 开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他们是慌张了，现在聚在一起讨论要来设这个稀土的价格底线。那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则是不断的祭出它的深海的豪赌，在这边要挖这个稀土矿。不过呢，会不会沦为笑话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2026才刚开始，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现在呢亮出它的今年的第一张王牌，正式宣告呢，稀土价格武器会成为它的一个王牌战。因为呢，我们要来看到1月9号正式上线的这个是中国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在这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稀土价格指数，也全面的上线了。指数涵盖的范围包括了许多的稀有的稀土，不管是从蓝到钋到铼等等都是。那涵盖的这些范围包括了每日的成交价、单周的价格指数，还有单月的价格未来预期。现在可以看到股东的结构也相当的完整，一共是13家来自于中央跟地方企业一起来出资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等等企业都涵盖在范围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从这个原料开始掌握源头，一直到加工，甚至现在还掌握了整体这个定价权的垄断，被视为是稀土3大步骤的大战略。等于掌握了全球的话语权吗？它未来可以做一个官方的定价锚吗？上次哥怎么看？哇，2026年如果对全世界资本圈来说，这个中国大陆推出这个稀土的交易所，真的是震惊四座。而且要知道，这个美林高盛啊、包括野村都没有掌握到，前面有任何迹象信息。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是有备而来，而且推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整体
这等于是凭空出世，在沙漠中，广大的资本沙漠中，它萌生个绿洲啊，所以会很吸引到很多人关注，甚至会投入。为什么这样讲？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做啦？首先，我们先来看，首先，在整个稀土来说，它基本上在长期从这2年被视为是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治操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很多东西对于一个中国的指责，而且有很多的怀疑、很多悬疑，很难相信。现在下放到一个市场机制，所以当你有个具体的交易所，都是电脑在交易，也有监管的部分的体制的时候，它会从国家控制变成仿佛是市场在流通哈。第二部分是各位要知道，稀土管制成本对中国很高哦，你抓大放小，抓小放大，整个政府部门里头有多少人做这些事情，海关都累死了。所以当它变成个市场交易的时候，就是第3点。一旦完成这交易所的时候，因为价格会清楚，因为流动清楚，所以它就反而变得相对透明。什么意思？谁买，谁在操作，谁在卖，这些东西的所有的需求会因此就不用中国大陆用情报系统去掌握了，市场都追踪得到，而且秀的实力就让你看到13家，大家都不知道稀土是谁，这13家变全世界最厉害的13家公司，所以可以拉抬整个在稀土产业的市场性。所以在这里我要注意，中国大陆最近有整个大的结构，包括黄金。那其实对资本投资有概念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概念是什么？是学伦敦金属交易所。我们知道 LME 伦敦交易所它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了，它当时其实就为了不锈钢材这件事情，所以它金属交易包括了铜、铝、镍、锌，包括铅、锡，主要这2个。后来金跟银也可以交易，所以它掌握了这个权利。伦敦很厉害哦，当时连伦敦老它什么概念？它就是做期货交易。在这里，大家买3个月之后的去预测那个价格再交易，然后呢又有期权，你买不了矿，你买它的权利吧。还有伦敦最厉害的是，也可以在伦敦交易。我因为过去曾经有这个长辈带我这个操作一下镍矿哈，所以我完全了解过程。伦敦的厉害之处就包括我比如买了1吨的镍。我是可以真的交易，然后在伦敦做矿物提出来。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如说像黄金，黄金可能放在上海，但它的交易像香港未来会成为黄金另外一个新的交易所。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挣脱全世界对它的各种的资本结构制度的控制，它开始长出自己的结构。黄金可以猜测它要平衡别人，平衡美金，但稀土这是中国大陆的绝对权威，令人侧目，也值得关注下去哦。好，所以看到稀土正式的进入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易金融市场里面，那被视为是稀土界的上证指数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看在眼里，现在可紧张了。包括 G7 的财长，赶快呢就说，我们现在赶快聚在一起吧，讨论一下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是 G7 的财长，他在华盛顿这边召开的紧急会议，直接点出了财长贝森特的心里话，就是说，赶快吧，我们一起设立所谓的稀土价格底线。不要被中国大陆给完全掌控了。但是现实是 G7 他们其实矿产需求非常高，全球的话他们就占比的大概达到60%。但是讽刺的是，包括了说这个稀土他们拿不到货，没有加工配套，又没有成本优势，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定价，跟中国大陆来比拼呢？大师怎么看？对，因为你要掌握它的定价的一个权利哈，你前面要有2个先有的基础。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原料你要垄断；第2个，加工的技术你要垄断。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你才有定价权的垄断。那也就是中国建立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用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个价格，也就是中国本身的13家或23家稀土产业之间的这个价钱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价钱它透过这个交易市场这个市场机制先做一个整合，那你这个价格出来以后，你外面可以不从了，不从你就到别的市场去买了，对不对？你一定买不到这个价钱。那也就是说，我有这个价钱，我有这个定价权，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怎么样？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工的垄断在中国的手里，尤其重稀土的加工，几乎90%以上是中国大陆。那你原料，中国大陆不见得是完全垄断，可是呢？那也已经说是大部分中国大陆可以控制了，那问题就变成你的加工垄断是中国大陆。那所以你这种重稀土的话，那中国的市场机制决定了一个中国所有这些出产稀土国家，大家都照这个指数来定价的话，
你想到中国来啊，这个在中国的不同市场中啊，市场的混乱价格中啊，你捡便宜那个是捡漏是没有机会的。那更不要说外面中国市场外面这一些还有的这个，比如说澳洲的啊，或者说美国还有1、2个这个稀土工厂，他们你只有跟着中国价钱走，因为他绝对没有办法跟中国的产品做什么，做这个竞争啊，它的成本一定高于中国大陆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整个一整类的产品抓到自己手里来定价，这个是一个在中国在全球性的竞争里面啊，那掌握了一个先机，也掌握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把中国市场自己本身先整合起来，联合起来，这就很重要。中国市场的中国厂商彼此大家怎么样？不恶性竞争，大家都怎么样？顾及彼此的这个做一个底线的一个要从市场机制里面做出一个指数出来，对，你就不要乱定价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变成必然会成功。那等中国大陆掌握了定价权，那将来即使是西方很多国家，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啊，在取代中国的稀土啊，一定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们已经把定价权已经交给了中国的手里面啊，将来要跟中国竞争的话，会更加增加难度。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掌握了这个定价权之后，不只是欧洲国家紧张，其实另外一个国家，东亚的日本也非常的紧张，因为中日关系先前陷入非常紧张的气氛，所以中国大陆不是对这个日本加强在居民两用的这个物资出口管制吗？这当中就包含了稀土，那所以日本呢，他就要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自己来开采稀土，于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南辽岛深海稀土这边来做开采，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它也面临到了许多问题，不管是它的稀土矿船水深的问题，或者是它这个大规模稀土泥浆开采的技术挑战，或者是它的成本都甚至最多比大陆高了数十倍等等，都有非常致命的问题。再来就是确实中国大陆掌握了90%以上，从稀土的精炼一直到加工等等，就连唯一可以帮忙日本的美国，它的这个唯一的稀土矿加州的这个轻稀土矿80%都还是要运回中国大陆去做加工。那日本这场豪赌到底能不能成功？干哥怎么看？好，我们先不说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们要先看它到底要在多深的海底去挖稀土矿哈。这个其实是在多久？4年以前啊，日本的海洋研究机构 JAMSTEC 这个机构它发现了，说在小笠原群岛那里面的南鸟岛啊，小笠原群岛距离东京2000公里，很远啊。但是这个就是偷袭珍珠港当年日军联合舰队的集结地，这个地方的水很深，这地方是专门供应就是大型军舰啊，准备开拔往前进，而且那边的天气在太平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小笠原群岛其实老实讲一句，日本很重视一块区域，所以他们做很多科研，结果真的在4年前就发现说，哎呀，这海底有稀土不过平均深度是多少？6000公尺。6000公尺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铁达尼号沉在多深的海底？2000公尺。是，它是3倍。你3倍，你有没有这个技术跟能力？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除非国家支持，也就是说，不是叫一个科研机构去动手挖，它其实用了3个礼拜的时间试挖看看，在2470公尺的地方，他们挖到了一些样本，去这个比对之后，发现这些稀土有地、如、山等等这些稀土的基本元素，觉得这非常有开采价值。然后它的那个钻头那高差不多70公尺，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个巨型钻井水管有60条，他们说这些装备去挖的话应该够了。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远远不够。为什么？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有点像你在月球采矿一样，那是多么的艰难呢？我来讲一下海水采矿有多难。我讲一个趣事给大家听。2018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以前是我们的台中市长，他跟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霍夫曼探勘公司，说要在台中市的外海。他要开采这个每年
啊，可以开采出多少吨的那个镁或锂，你知道？结果发现是骗局一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霍夫曼来跟他张灯结彩来握手，然后盖章，然后签那个合作备忘录，结果我们国内的媒体一查，霍夫曼在那个德国是巴伐利亚乡下的一个民宅里面的一人公司，就一个人而已。我们，然后他说他要在台湾投资1100亿，结果马上打电话回去，人都跑了不见了。他到底拿了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讲这个小故事的原因是告诉各位，外国也会来骗子的。所以日本说他们要开采这个小笠原群岛里面的稀土矿产，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行。我怀疑啊，当然日本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但他们怎么会异想天开到，就算你提炼出这样子的稀土元素，你还不是要送回中国去提炼？因为你没有精炼技术。日本现在正在就是说想尽办法从澳洲、从美国进口稀土，然后也提升自己的精炼技术，但是那要好多年嘛，就跟氢能源一样，那不是2天做得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般哈。我认为还是回到现实面里面来。地球号你挖不到的，就算你挖到了，你会发现很难提炼。当你在就是说中途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抛弃了。这只是给国内的一些民众或者产业增加一点信心而已，对于实质的这个稀土产业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在稀土战哦，习近平这一次出手来做反制了。稀土啊，针对美国是说会开放，但是假的吗？因为呢，另外他还有一个杀招，就是透过他的这个 VEU 的这个封锁反制。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从经济战打到整个军备链，不只是美军会受到影响，包括了整个北约国家在军事发展上面都会被掐住咽喉。另外一头，川普则是找上了中亚5国，希望一起来做稀土，能够避开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垄断吗？今天我们就会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赶快来看到哦。来看到的是稀土啊，习近平是终于开放了，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会不会只是针对川普做了一些表面而已，背后他有更强的反制呢？因为啊，现在最新寄出的政策是，只要凡是跟美军啊你的任何企业有挂钩，那么稀土就会全面做封杀，不会卖给你们。这是他的经济战打到科技战的重要关键一步吗？再来还要关心的是，稀土很重要，它可以用来做 F-35啊、无人机啊、跟飞弹等等。如果中国严控他们的这个稀土的话，不只是美国的军工被掐住咽喉，北约的补给军备都可能因此瘫痪吗？最后来看到是川普这一次赶快拉拢中亚5国，要来救不被中国的稀土垄断，能够做得到吗？今天也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11月10号、11号这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是说，我们有开放稀土出口了，但是他计划寄出一个英文叫 VEU 哦，那么它的这个中文就是验证后最终用途的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美国的军方，只要你有跟这个军方联系的公司，你都会被排除在我们的稀土可以出口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一招啊，其实也不是自创的，其实也是学美国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早在2007年就对中国用出一模一样的出口管制，等于说中国这次是算是加倍奉还给美国。所以节目一开始请教汉庭怎么看呢？中国这一次学习美国用的这一招，能够对美国带来多大的反制效果？习近平主席一方面兑现了对于川普的承诺会出口稀土，但另一方面在特殊领域上还是有所限制的，还能持续在稀土领域占有优势吗？这一招呢，其实就是双重用途、军民分开的管制。如果你是玩手机啊、玩电动车，那么我还加快审批作业给你。但如果呢，你是把稀土拿来做战机啊、做军用磁体，那么我就卡你。所以中国大陆的 VEU 的反制啊，对美国的反制效果来说，主要就是体现在切断军工的稀土供应，还有呢延缓它整体的技术。比如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工业其实高度仰赖于中国大陆的稀土，不论是 F-35的战斗机啦，甚至呢是宙斯盾啊、驱逐舰啊等等的，都需要。那么现在一旦卡住，第一当然是会让美方的库存
大量的消耗，那而且也会导致美方的成本大幅提升，再来还有生产进度的延后落后。那如果卡住了之后呢，这也能够让美方的技术升级变得更加缓慢。因为包含是在新能源的领域当中，稀土磁体它本来就是电动汽车当中很重要的关键元件。那中国大陆的 VEU 机制就会限制了你新能源汽车在获得这个稀土当中，所以就可以延缓它的产能扩张。那另外包含在人工智慧的相关领域也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到美国 AI 的资料中心的建设。所以，对于这一些领域的延迟，就会削弱美国在第4次工业革命当中的技术优势，能够为中国大陆赢得追赶时间。所以，一方面我们单纯看到说，让你做不出来，而你做不出来，我就有时间可以好好发展，是双重功效。那么这一次呢，是在中美会谈之后所推出来的方法。一方面，它也兑现了承诺，为啥呢？我兑现承诺，你们民用的，我一样是通过，而且还加快了审批，所以展现了善意。可是第二个呢，也保持了战略的底线。对于军工企业，它是一个排除的条款，这就是中国大陆对于自己国家安全的坚持。为啥呢？因为你美国也多次对我卡脖子嘛。所以我现在卡你也是刚好而已啊，因为你对中国大陆卡脖子的那些项目仍然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对于军用的相关稀土，中国大陆也没说完全禁止哦，而是什么？仍然保有一部分的审批原则，只不过当然这个速度可能就不会如民用的那么快。所以这一种平衡术，它当然避免了中美关系的直接破裂，同时也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了一些回旋空间。如果你美方对于我们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呢，能够有一些加快或者能够开通，那么我军用的这一块或许也能够缩短审核的时间。所以这一招呢，当然是非常漂亮。好，中国大陆这次的稀土战是打得有策略、有节奏的哦。那针对这个民用，只做民用的开放，在军用上面是加强审批，并且做更多更高层次的军用。专家这位是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分析师，他所做的分析，他认为说，所以未来呢，这个冲击的范围不会只是拖慢美国的发展，中国的最终目标不是只是拖慢美国的发展，还包括了欧洲国家可能会因此受到牵连，因为尤其现在很重要的是，欧洲正在重整它的军备计划，欧洲正在协助乌克兰作战等等。接下来立章君又怎么看中国的这一个稀土战？那另外就是中俄作为盟友，北京会不会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稀土的管制来间接打击北约？第一个我想说，今天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哈，就是美国卖给印度3架的阿帕奇直升机来讲的话，当他从美国运到英国，准备再从英国转运到印度去的时候，这3架直升机突然没办法运输了哈，就回到美国本土去了。那我们合理怀疑哈，在中美之间这次的稀土战，会不会是这几架直升机因为稀土的这个锻炼哈，这可能它的成分不够或者什么，造成这3架这个直升机没办法再做交付哦，这是我们合理怀疑的。那后续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啊。是。第二个来讲的话，稀土对于军工业有多重要？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战机是 F-35战机哈，它每架战机要用的稀土量是414公斤，有这么多。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所谓 AUKUS 潜艇就是帮澳洲他要建潜艇。那前2天他也说要帮这个韩国建核动力潜艇，也是维吉尼亚级的攻击潜艇哈。它这个海口都已经跨下去了，但是你建一艘潜艇来讲的话，要4400公斤的稀土。那试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中国对你军工产业管制这些稀土来讲的话，那你后续来讲，你 F-35战机你怎么生产得出来？那你潜舰，你答应这个澳洲要建了，你钱都已经收了，那这个也跟韩国这个跨下海口了，那后续会不会跟我们卖我们台湾 F-16V 一样哈？这个供应链不足，造成就没有办法按时的供货。所以我认为这个稀土来讲的话，当然在这个整个军工产业占有它100%不可少的一个这种地位。
可是如果说是中国来讲的话，你说用 VEU 这种政策来管制，因为它是管制军用的，但是美国有一些公司是军民两用的公司，那你很难说是100%管到。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我们都认为它是做客机的公司，但是它也在做战机哈。比如美国最新型的这个川普要发展的6代战机，目前就是由波音公司来得标嘛哈。那像爱国者导弹也是波音公司来制造，那中间他们会不会偷天换日将这个转过去？我觉得可能你说要终端最后的检验，可能有它执行上的一些漏洞哈。可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定会减少这些量，一定会减少的。就是你不可能再说100%，我要这个1公斤就1公斤，我要4400公斤就4400公斤。所以量减少来讲的话，当然对军工产业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很致命的一件事情，其实美国最重要是它的军工产业，它在全世界从2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是全世界的军火库，到处在卖武器哈。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导弹、飞机、潜舰、军舰，都是它在卖给各个国家。那当这个军工产业被中国卡住脖子之后，我相信对美国整体的经济会造成很大影响。就算是说我没有办法100%管制到你，但是你本来预计要建6艘的潜舰，到最后你可能只有1艘能够造成。当我们合理的怀疑，我们台湾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已经付了钱。台湾最近这个大家在野党这个咨询的很严格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F-16V 战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交货？那是不是因为也是在稀土供应链上面出了问题，所以美国他们这个军火公司来讲的话，短时间做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说是美国后续来讲的话，它如果说整个中美两国如果说进入到这个武器的竞赛的状况之下，那中国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6代战机，我不但已经这个研发出来，而且还飞给你看了哈。那美国来讲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它6代战机哈，还只是传于在图纸的设计阶段。那甚至于美国所要发展的超高音速导弹，中国已经射了好几枚了，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它超高音速导弹这个连试射都还没有试射。那如果说后续来讲，稀土这段再被卡住脖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对美国的军工产业会产生这个断崖式的打击。是好，我们看到这一回，所以大陆加强透过稀土来持续掐住美国跟北约的这些军工上的命脉。那川普看在眼里，当然是很担心了。这一回他赶快展开他的这个外交那么是为了抵挡北京，我们看到川普在6号，这是最新消息在白宫呢特别召开了这一场叫做 C5+1 的峰会，邀请的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这张照片中亚5国的领袖齐聚一堂，签署协议，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上面的这个供应链能够自给自足突破中国的垄断。那这些国家有哪一些？包括了有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曼、土库曼，还有乌兹别克等等。这中亚5国除了他们有丰富的稀土，带观众朋友也稍微了解一下，目前他们拥有哪些很重要的天然资源。其中哈萨克是铀产量世界第一，乌兹别克黄金的存量是最庞大的，土库曼也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那么吉尔吉斯克也正在开发它的全新的矿藏，透过这样就能摆脱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吗？重点是这个精炼技术那接下来怎么办？干哥怎么看？所以这件事情你觉得里面有蹊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C5+1就是找了中亚这5个国家。其实这5个国家，我们台湾一定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5个国家真的是中亚矿场、矿物蕴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区域塔吉克乌兹别克还有吉尔吉斯，像这些国家，老实讲一句，以前他们都有很多黄金、天然气等等。其实每一个国家各种矿物都有一点，看谁比较多而已。但是为什么会一直都只闻楼梯响，却不见人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说他们本身没有开发技术，还有他们没有资金，所以除了俄罗斯老大哥以外，大家几乎就没有办法去支应他们国内自己的矿产开发，那加上他们的那个政治也比较封闭一点，所以说这次川普他能够邀请到这5个国家都来，而且他们都来的时候还在白宫开完会以后共进晚餐呢。我觉得川普这次好像有很大的这个突破
而且你在表面上看的话，你还会听到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他竟然讲一句什么？大家听听看，他说：“你是上天派来的伟大领袖与政治家。”那个就有点像神话川普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一听我就想说，哎呦，这个好像是什么？这好像是什么政教赞美之词，你知道？乌兹别克总统也讲了，哦，你是来自世界的总统，也就是说，你等于是世界的那个领袖的代言人的意思就对了。川普喜欢啊，你看每一个人都很溢美之词，川普就爱这一套，对。但是，请问一下，现在是你要投资我，我还是我要投资你啊？现在到底要搞清楚主从嘛，对不对？当然，这些国家希望美国技术进来啊，可是你知道，结果我们一看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乌兹别克他承诺3年内要投资美国350亿美金，很多啊，包括什么？包括通讯技术啊，因为乌兹别克本来就是他们，因为你知道吗？它整个国家你看电话很多地方打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5G 产品很落后嘛，所以要引进美国技术。然后呢，他还要因为他们是农业立国，所以农业的科技希望美国来帮忙啊。最后一个就是航空了，因为腹地很大，这每个国家都很大，但是他们其实之间只是靠那个公路运输。那你现在你要请美国来帮忙，反而你要投资美国350亿，然后呢，未来10年要投资1000亿。这个根本就叫天方夜谭啊！世界银行马上打脸，他说：“乌兹别克啊，你2024年的时候，全国国民生产毛额 GDP 是多少吗？只有150亿美金。你怎么样投资人家350亿美金？那你是不是要借钱？对，这里面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就是他们的 negotiate， 就是他跟这中亚这5国一定是有一些啊，就是大家的谅解跟什么条件交换。”其实我跟你讲，我就是要你们这5个国家赶快去给我找稀土啦，然后找到稀土以后啊，赶快跟我们美国签约，只有我们美国有独家的开采权啊。这件事情根本行不通，为什么？因为就在中亚的稀土，如果真的能够找到又提炼的话，还不是要交给中国来提炼？精炼技术中国第一，对不对？川普，你这个算盘打得太美了。如果今天乌兹别克或者是吉尔吉斯找到了稀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元素叫做 T 啊 ，T 这个元素是稀土里面非常重要的，也是战略元素。川普就是要找这个元素，如果找到，你要叫谁来提炼？你还不是要送去中国？对，你还不是到时候要跟中国谈条件？这些国家哪里有办法开采？不要说精炼，连开采的技术都没有。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会议哈，这个就是说 C5+1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各怀鬼胎，到时候我跟你讲，这5个国家哈，我觉得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接下来中美之间的稀土之争，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是美国25年首批的稀土复兴，被视为是世纪的骗局吗？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欧盟现在98%的稀土其实都掌握在大陆的手中，接下来欧洲的军事命脉是否也等于被大陆给牢牢的掌握住了呢？今天会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财长美国财长贝森特他最新兴高采烈的大肆的宣传。他说呢，美国啊，25年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首批生产的稀土，地点就是在南卡罗来纳州，正式的呢已经可以来做首批的出厂了。那么他说呢，这个之所以非常的重要，这个是川普让美国制造业重生的一个证明，也是代表说我们即将突破来自于中国对于稀土产业的垄断。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虽然财长正式做了这样的一个宣示，但是细节其实都是模糊不明的。首先我们来看到，他说呢，这座工厂是1年半前才动工的耶，但是现在看起来只有产出一小批的样品磁铁，包括产量、用途跟技术来源，贝森特都没有说清楚。另一方面呢，也没有提到有关于分离跟精炼的技术。外界怀疑说，你这个会不会就是一个政治的宣传品而已啊？因为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它其实持续的强调，现在国际上70%的稀土矿大部分都还是在中国手里，而90%的这些关键的精炼技术还是
牢牢的被中国大陆给掌握住。那美国南卡这一回生产的稀土真相到底是什么？技术核心又是什么？真的能够攻克大陆的稀土吗？委员怎么看？我不得不赞美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是第一流的美国政客，就说谎脸不红气不燥，可以说得很顺畅。我们就把真相揭开来给大家看。这个贝森特所讲的那一家南卡罗来纳公司啊，事实上是一家德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叫 VAC 啊，它的德文的意思叫真空冶炼公司。它有没有产出这个少部分的确是磁铁含有稀土材料的磁铁吗？有的。然后它的稀土从哪里来？它稀土是跟加拿大一家叫 Cyclic Metal， 就是回收金属公司。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在干什么了。哦，循环回收金属公司，它就到处去收废料，那从废料里面去截取一些稀土的元素，然后把这稀土元素就卖给 VAC， 让它去做出磁铁。这个没什么技术嘛，真的什么技术？那当然做得出来，可量不会太大啊。然后更经典的这一家叫 Cyclic Metals 它的这个废金属，有一大部分从中国进口，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去说它，有没有？那当然了 ，VAC 这个公司说他们也有到南美洲去采矿。南美洲也有什么这个稀土矿，那个稀土矿的已经签了约了。那一家南美洲叫阿克拉拉，那有一家叫通给的。那对不起啊，这两家公司都宣称我有矿产而已啊，从来没有开挖过，从来没有提炼过，更没有任何工厂就是刚签约而已。所以你才会说，是好像这家公司才1年半前，因为它是德国的子公司，所以1年半前才设的所以。我这样一讲，大家都知道说有没有？有一点。那来源哪里啊？循环废弃的，那量能不能多啊？当然就不可能多了那贝森特有没有告诉你这细节？没有我是史上第一个揭穿他真相的人，所以我不晓得，因为刚好这一行我也蛮熟的，所以我不晓得这贝森特讲话这个功夫，美国媒体会不会戳穿他不是很好玩啦表示他很认真在解决问题，他实在解决不了问题。好，另一方面是美国自己宣称它终于是量产稀土、生产稀土，那另外一方面则是澳洲，也被视为是美国一个未来在做稀土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那被视为是所谓的民主稀土链的救星。澳洲虽然目前是拥有全球17%的这个稀土，但是呢，确实不管是分离精炼到下游的这个制造，都还是由中国大陆所掌握的。那么现在也在分析说，到底有没有可能澳洲可以取代中国？因为呢，其实看起来是有困难度的。中国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砸下巨额的资金做整个稀土供应链相关的研发，从开采到生产的完整供应链。再来就是因为稀土它是一个比较高污染的一个技术产业，也是欧美国家不愿意碰的，所以 BBC 警告了，综合以上的原因，不管是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有技术专利、投资规模，西方国家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更不要说打破中国的垄断了。杨老师又怎么看？澳洲这边，我们谈的是澳洲嘛，它的就是这整个稀土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大概都是以 Lynas 为主。那 Lynas 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日本在2010年遭受到中国大陆9个礼拜的稀土管制的时候呢，大概其实有在投资 Lynas， 可是 Lynas 呢，它所这个生产的量大概都是以轻稀土为主。那重稀土它现在是发展出来了，叫做氧化锑。那在澳洲的 Mount Veld 的地方去开采，然后送到马来西亚的加工厂。那可是它实际上在我看了一下数字，它本身自己公司网站上的这个数字今年2025年的第2季，它总共氧化锑的生产量只有多少呢？3200吨。所以我们说中国大陆在重稀土的这个成品的生产量上面是占全球的99.8%。不是100%，因为那个0.2就是澳洲这家 Lynas， 而且就是这个氧化锑。那氧化锑的这个重要性也是蛮关键的，在一些就是永磁磁铁啊，还有核能的这些设施上面。因此你看到，虽然是大家都在投资这个新的公司，从澳洲到加拿大，然后呢到日本可是日本
像他在小笠原岛那个附近的叫南鸟岛开发出来，他说有1200万吨的这个储藏量，可是那都是轻稀土。所以对于真正关键的，就越来越前沿所需要使用的这些重稀土的项目其实大概只有澳洲。那可是澳洲这边它的量也有限，那其他的部分呢？它所开采出来的部分都要送到中国大陆去，那由大陆这边做进一步的这个冶炼。因为稀土它很多东西都跟其他的元素配合，不像是我们这个去那个挖这个金沙啊，你拿那个筛子这样过去，那个金子就溜出来，没有这回事的了。而事实上是很复杂，所以它会有环保的问题。它可能要从很多的铝矿或很多的不同的矿里面去把这个稀土矿去冶炼出来、剥离出来，然后呢分离出来，然后把它整合。这个有相当复杂的技术，然后呢设备。那在中国大陆这2家公司一个叫中国稀土集团，一个叫北方稀土公司，还有几家就是小型的，但这2大其实。他们的制程技术设备，我就把他们叫稀土界的台积电，也就有这种能力，那因此这些 IP、这些人员、这个设备都是他自己发展出来。别的国家现在做这一套东西你可以那你大概5年10年嘛，因为高盛说的，至少中国大陆在稀土有10年的主导的优势。可是这5年10年这个成本是多少？那所以当中国大陆在跟川普谈完这个釜山会议之后，说我们愿意延长1年，因为他1年本来就是希望大家照正常的国际分工，我们就来供货。那如果你现在要投资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些管制持续的，就是说加强。那但是呢，当你要准备投资的时候，他就开始开放，市场价格就掉下来。那你还有什么成本这么高？你去做这个东西，10年之后你回到后来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或自己不可能用，那做的品质又不够好。所以呢，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阻碍、去防止别的国家，甚至你说G7的国家一起联盟起来要去对抗中国大陆。目前看起来真的很难。是好，一方面是大陆确实现在看起来10年内都会掌握这个稀土。那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现在的忧虑恐怕就是越来越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不管是地缘政治的紧张，或者是乌俄战争，需要非常多的军事武器。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98%来自于欧盟的这些稀土进口全部竟然都是仰赖中国的。瞬间是让欧洲国家非常的紧张。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常用的东西，包括武器F-35战机、无人机、战斧飞弹，还有前舰推进马达跟雷达等等，核心零件都是需要用到稀土。等于说，如果北京紧掐住欧洲的话，它的稀土管制的话，那么军备的扩张会立刻瘫痪。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有关于稀土本身它是一个翻译名词，但是它的存量在地球上其实并不少。那真正的问题呢，也就是它也不集中，也就是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那美国现在就想趁这个方式也就是无论是在乌克兰或者澳洲、加拿大，甚至 G7 这些国家，它通通都说，你们的稀土矿通通来开采之后交给我，这个才是问题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般的土，然后它不是一般的土了，它是其实很大量的土。然后就像刚刚永明老师所讲的，它要透过链接。那问题是它的怎么链接呢？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电啊。那问题是中国大陆的电是准备好了，你美国电准备好了吗？如果电准备好了，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你公共事务的这个有关于电的费用，为什么还是这么高呢？那另外，中国大陆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冶炼呢？它叫做串联萃取法。那我们听这一个名词，就知道它有大部分的过程，也就是透过这一些溶剂，将这一些真正我们所要的稀土，无论是锗镓锑铝这些，通通冶炼出来，它有相对应的溶剂。可是溶剂这个部分呢，它在论文里头完全不提及那个是什么东西，而且它自从我们之前讲的10月9号一次公布了7个命令里面，现在没有对美国实施，可是他自己有关于人员技术以及他的这些装备，通通是管制的。所以我们来看欧洲的这一些，他要
取得这一些稀土，然后制造他自己的军事装备，实际上是有困难的。而且经过一场俄乌战争，其实都把这一些欧洲国家原来的这个军事储藏全部的库存几乎都打完了，他们现在都要跟美国买。那至于说呢，有关于我们刚看到啊，锗啊、镓啊、锑啊，其实这3样啊，它的就是我们看到锗是紫色的，镓是红色的，锑是蓝色的。我们看到这个锑，它其实是做现在电池，也就是我们讲到锂电池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材料，所以它相对于其他的价格来讲，从去年10月开始，它的价格就是一飞冲天。那如果现在这个美国进入了这个锑的市场，那它感觉上可能可以赚取很高的费用，但是呢，它中间要克服的，无论是技术或者是这些设备，费用更高。当它一进入中国大陆，把这个价格全部拉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血本无归。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上中国大陆它自己所拥有的这一个储藏其实只占60%，可是冶炼超过90%。那也就是现在大家讲10年可以达成，就是由美国来接手。对不起，美国你真的有这么多电吗？你有这么多人愿意投入这个产业吗？都有问题，所以真的只有10年吗？恐怕不止。